这个家伙，我处处帮你，没想到你却害我。怎么回事啊你？我为什么要害你？啊？你不想想我是谁？我不能让你知道我是谁。你也太嚣张了吧！这是9大啊，你忘了？你这个家伙，你不害我啊！你不害我，英国人为什么调集那么多纯碱到天津？你说什么？英国人的春天到了，你看看，你到外面看看，天津的碱价跌成什么样了？你的9大垮了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。你家伙，你拉我做垫背的，你混蛋！你还敢笑？你！我真得好好感谢你。就算你打了我，我也得谢你。少废话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你是来给我报喜的。9大的盐还没有南运，怎么最近碱又成灾了？哎呀，管他呢，反正咱不做碱呐，随着姓范的跟洋人去斗，咱操这副心干嘛呀？最近那个畜生有什么消息吗？哦，听说在东北那旮瘩，好像是在日本人的商社里做事儿。老爷，我看再等一阵子风头过去了，您这就把他叫他回来完了。做梦！我活着一天，他就别想回来。说实话，在你刚才打我之前，我心里边比你还急。你想，如果英国人不听我指挥，他不听我指挥，那我们满盘就结束。而且我把你看得喊，好的，英国人真是给面子，有惊无险。有惊无险。你看看英国人调了大半个中国的纯碱到天津，把市场搅得一团糟。我看你怎么收场！我就是要逼着英国人走投无路，带头跟你们的军方交涉，打通海上的封锁，让我们的商船出海。于小姐，那你说我这是害你还是帮你？帮我？哦，我那笔运输费怎么算？我怎么跟总公司交代？我早就告诉过你，这笔运费我付。再说你怎么眼睛只会盯着这点小钱了？南方碱荒，北方的纯碱成灾，封锁海面的又是你们的军舰。如果你现在掉头运往南方，你想你应该赚的是什么价钱？你不应该感激我。南方碱荒，英国人有清朝北调，我把碱往南方一运，立刻成了抢手货。那国内公司这水域来不及南下，加上北方碱成灾，那英国人只有一条路，就是任你宰割。你到底是帝国大学的高材生，一点就透。这主意是我出的，运费也是我付的。你们三井轻轻松松赚钱，是不是也可以乘人之美，帮我个忙？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。我们的军舰，即便是让英国商船走，也未必让你的商船走。我既然下了这么大的血本，这笔账我如果不算得一清二楚，我干嘛？你这个家伙，你再也不是几年前钻在实验室里的书呆子，你现在修炼的比泥鳅还滑。
这根筋一旦转过来，谁也比不了你。我真的不希望我们两个将来成为对手。我不是你的对手，我斗不过你，老同学。老朋友，你越是言不由衷，我越怕你。我领教过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哎，你要网开一面啊！你想都别想。我，哎，等，范先生，范先生，李先生回来了。许东啊，哎，李德先生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好，那我该告辞了。哎，你知道现在你应该去哪儿吗？我还能去哪儿啊？我得赶在补那门公司之前把简运到南方去。记住，我又帮了你一次。不对，咱们是互相帮助，互利互惠。好，找个医生上点药。有做纺纱的，做营养的，来了几十个老板，都是生意上需要用件的。我给他们安排了你立了一大功。石星辰那边怎么样？没有问题。他晚上约了补内门的人。那好，今天晚上就跟他们摊牌。这个二位杨爷啊，说实话啊，这个买家是嘛来路，我也不清楚啊。这么大的生意成不成，还得靠你们二位自己谈呐。我就是这个，哎呦，来呀，我就是牵线大桥啊！又见面了，费老先生。是先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你们聊有嘛话，你们敞开聊啊，敞开聊。你别走啊，石先生。你生意还没谈，你这中人怎么就走了？要谈也行，我们跟旧大不谈别的，只谈入股的事。那贵公司真的愿意把那300吨纯碱烂在天津？范旭东，这是你设的圈套，是不是？之前是圈套，可如果谈好了，也许就是单好生意。还是坐下来吧。对，坐，吃点菜，来，坐下，吃菜啊！哎呀，范旭东，你有什么话赶紧说。我们已经替贵公司在南方找好了买家，只要你们的船能出海，销路绝无问题。日本军舰封锁了海面，我的船怎么出海？那就要仰仗英国政府出面和日本人交涉。我给二位透个底儿，荣德生先生和美国人有买卖，刘洪生先生和俄国人有买卖，而都被日本军舰给堵住了。眼下他们已经说服了美国人和俄国人，只要你们也能说服贵国政府牵头，列强各国一起给日德施压，商船出海应该不是问题。范旭东，我知道你想让你9大的海王星出海南下，没那么容易。我们大英帝国有太古轮船公司，日本人呢，他们就是让我们走，也不会让你们走。太古轮船公司和我们的张简先生有8万枚沙锭的合约，在这里，请过目。太古轮船公司承诺，只要日本人允许通航，他们优先抢运张先生的沙锭。我说，咱别光顾了说话，行吗？来吃菜，吃点菜，来，吃。塘沽的民运船只已经被9大包圆了，靠海运你们一时半会儿走不了。我再跟你们透个底儿，日本3井的纯碱已经南下了，你们的纯碱就算运回去，它也是完了。如果靠陆路运输，那赔的恐怕更多。
意思是，我们不能公司无路可走了。也不尽然。范先生让我帮贵公司联系了几十个买家，虽说这每个买家的需求量不是很大，但是加在一起还是很可观的。不过你们要抓紧去的，如果他们知道减价大跌的消息，我就不保证。你们不必费心了，这300吨纯碱不能公司赔得起。赔得起，二位也无法向尼克逊总裁交代。目前中国的北方市场，三井和鸣社30吨，贵公司300吨，再加上中国西北的土碱，已经完全饱和了。全中国都知道，南方碱荒，北方减灾。2年之内，纯碱的价格不可能上得来。就是把这些碱都烂在这儿，也不便宜了你。你们丢掉的可不是300吨纯碱，而是中国整个的南方市场。所以我劝你们还是想清楚，千万不要意气用事。我们可以从印度调货，远水能解近渴。日本人的纯碱已经南下了，我们在南方找了几十个买家，如果你们不要，我们立刻都介绍给三井和鸣社。你们想好了？要是那样，那在中国的市场，你们就再也不是日本的对手了。施先生，你说呢？我这个来，咱还是吃菜。史列夫先生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做生意不要把所有的人都做成敌人。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。那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：今天的敌人未必不是明天的朋友。我们九大也许有不当之处，可是我们无损不能门的利益。我们只想出海。二位先生，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。英美俄3国联合去说服日本，那你们以后做生意不也方便了吗？范先生，你好本事，我会立刻联系英国政府，联合美俄对日谈判。这顿饭就不吃了 ，Charles。别！哎，我说吃点菜呀！哎，吃点菜再走啊！范先生，这回我少说也算半个民族英雄吧。多先生，于多先生，你找我？对。哦，货已全部装完，明天一早就起航南下。不是明天一早，我来就是告诉你，香金丸号今晚连夜起好。航。哎，这次本内门公司栽了一个大跟头。我们三井的碱到了南方就会有个好价钱。你这个老同学，还真不是个一般人。于多先生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引票已有，航路已开，从此九大就跳出樊笼。三井最大的对手就不是英国本内门公司，而是……好，你马上通知船长，立刻起航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日德两国商农之战因美俄不交港事，三国承认日本在华既得利益，日方也不能损害三国在华商贸。对，更不能封锁商船航道。我们希望日方尽早签署议定书。英美俄3国的立场，我已充分了解。对于议定书已无重大分歧，我会督促我国政府尽快签署议定书。干！菲利普先生，
300吨纯碱啊，全部收清。我代表九大给你们道谢啊！哎呀，应该给你们九大道谢才对了。菲利普先生，今天我们准备的中国菜用的可是地道的中国盐。我看出来了，您是揪着我的尾巴就不会放手了。不做。多少年了，范旭东等这一刻等太久了。看着曾经嘲笑讥讽过自己的对手，范旭东突然充满了力量。他坚信，只要自己坚持不懈地去努力，总有一天会让那些嚣张的敌人全部闭嘴。张先生，您看，这就是大沽口。大沽口，大沽口。哎，几十年了呀，洋人都是从这儿打进来的。今天，终于我们从这儿打出去了，啊！要没有张先生从中调度，各位同仁鼎力相助，要想办成这件事啊，根本不可能。范先生，你是做大事的人呐。我说过，作为实业家，营智重于盈利，你做到了。您可是做了一件名垂青史的大事。放鞭！雅芝，有事？咱们的盐已经运到广州13航码头了。这我知道。昨天就运到了。我知道。那我的事儿呢？你什么事儿？您忘了？您当着老太太和徐姐姐的面答应的，等九大的盐运到了南方，就办我的事儿啊。我没忘，我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可能忘了？那个雅芝，你没有觉得当时，当时老太太是哄你玩的吗？你还当真了？哄我玩的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大家都说的好好的，一到你这儿就变了。我没变，我怎么会变呢？是吧？哎呀，这事儿我跟你说不清楚。这样吧，等我安排，让你徐姐姐跟你谈，好吧？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，我还要忙呢。那盐都运到南方了，你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呀？我有许多事情要忙，那做碱的事情你像铁路的事情、锅炉的事情、筹款的事情，我都要忙。坏了！你看我怎么给忘了？我还有个会要开嘛。飞生，你今天别走！哎呀，我都快迟到了。你跟我说清楚。不，我跟你说，跟我说清楚。我让许父跟你说。不行，哥，旭东，哥，旭东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现在老袁一命呜呼，我终于堂堂正正的回来了。你不仅是堂堂正正回来了，你还救我一命啊！救什么命？你小子！爸，我回来了。我时时记住您的话，不要丑，不阿谀，堂堂正正的做人。如今袁世凯死了，儿子重任教育总长，还是会记住您的话。现在弟弟在塘沽建起了天大的事业，我就要在天津
办一所全中国最好的大学。你得为民众谋福祉，我就为民众开民智。我们范家的子孙总是要做点事的。哥，你还要去当官啊？那官场还没混够啊。现在袁世凯虽说垮台了，可依我看，中国官场积习难改，各种利益集团纷争不息，国事依旧不可乐观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当年造币厂的事儿伤透了心了。哎，其实啊，官本身并没有错，关键啊是做官的人。哎，比如说你吧，你要是做了实业部长，要有支持人想做化工，那就会容易很多呀。官场我是待不下去，利害、人际、权力，哎呀，那凡此种种，太难平衡了。我又不愿意同流合污，还是我们九大好啊。科研独立，经营自主，想伸胳膊伸腿儿，全靠自己的本事。好，咱们呀不争了，你按你的方式做实业，我呢按我的方式办教育，行了吧？不过钱你得帮我出啊。哎，过去我帮了你，那现在你得帮我呀。好，我出钱，我出，我出不了多少啊。我等九大宽裕了，我都大笔的出。你要办个大学叫什么名字？允公允南，日新月异，就叫南开大学。南开大学。这么晚了，非得回塘沽，就不能明天一早走吗？现在做检的事儿当务之急。另外，我跟易先生约好了。还有一件事，哎呀，什么事啊？这也是当务之急。雅芝的事儿。他老大不小了，每天疯疯癫癫、没情没种的。你说他像个姑娘家吗？而且今天他可又来找我了，又提了上次那个事儿。你这么下去，这怎么行呢？那你的意思呢？我得赶紧给他找个婆家，让他有个安稳的生活，可能会好点。有合适的人选吗？王子良啊。王子良。王子良人品可靠，又能干，肯吃苦。而且我打听了，他也喜欢雅芝。但是那个雅芝又不一定喜欢他。那女大当家，是吧？少棠不在了，咱们就是他的家长，你和妈就替他做这个主意。再说了，这件事本来就是你们招惹出来的，你还别否认。是，现在害得我见着他我就满世界躲，还笑。这是人家看上你了，你怎么还赖上我和妈了呢？这人人都有喜欢别人的权利，我可挡不住啊。再说了，我觉得雅芝挺可爱的，你敢说你不喜欢雅芝？哎，你还来劲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反正决定了，我不娶二房。要让我娶，非得让我娶就行。我休了你，我再娶。孩子，你爸呀，要休了你妈，哎呀，怎么办？你可怎么办？轻点，轻，你给我拍坏了你。你都不要我了，你还要他？还说，闭嘴你！我走了，反正雅芝的事儿就拜托你了。从来都没看到过你这么高兴。悲情言言，我终于可以做我的春假了。自愿
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泥，小车无月，其何以行之哉？子曰：“士志于道，而耻勿以勿食者。”你说啥？这袁世凯哈，他早不死晚不死，他成全完范旭东，他一蹬腿他走人了，他老了的。你说，听说运盐南下，九大挣了几十万，人家还有牙膏、牙粉、漱口水，最近还又添了一口锅炉。他们厂还铺了铁轨，只要批文一落实，立刻与房山的铁路接通。到那时，范旭东要盐有盐，要煤有煤啊。长鲁迟早是他们，他们这叫围魏救赵。陈老板，咱得早想辙，咱不能坐以待毙。是啊，咱们不能任人宰割呀。真要是九大对咱们先动手，那就完了。北京现在是府院之争，咱们是挺黎元洪，还是挺段祺瑞？咱们到底上哪条船呀？您老就说说呗。行了行了，除了黎元洪、段祺瑞，还有冯国璋、冯玉祥，还有阎锡山，还有张作霖。我问问你们大伙儿，这袁世凯一死，天上到底飘的是哪片云彩？哪片云又能够下雨？你们谁能给我料得准？啊？我们把1000万两银洋交给了袁世凯，可结果怎么样？他身边的人随便说了几句话，说九大经验好，袁世凯就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。我们是世世代代都想做个好奴才，以为找到个好主子，从此就能够天下太平了。哼！哎，如今世道变了，现在是个人都想做主子了，那我们呀，也不能只想做奴才了。陈老板，有什么话您就直说，您说我们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哼，眼下这局面，你们谁能料得准？哪个山头能出天子？现在既然没人动我们就先不要动。至于范旭东，自有洋人收拾他。你们也太小，替他做了吗？范旭东就算想作奸，他有技术吗？2年前他做盐的时候，我也是逆着活。现在呢，九大的海芒星已经买遍大半个中国了。洛尼先生，做盐我们出手晚了，做奸绝不能让给范旭东半点余地。所以政府全权委托我来管管此事。现在段祺瑞政府四处借钱，跟袁世凯上台前一样。这次又找到汇丰银行了。借钱可以，但要给他们加一个条款，只有我们英国有1元之前的特权，其他任何人不能开办奸厂。这是汇丰银行的意思，还是捕门公司的意思？汇丰银行是这个意思，布雷蒙公司也是这个意思，英国政府还是这个意思。可是借款协议我们已经谈好了，这一条是新加上的。陈部长，你这个事情要是做不了主，可以请示段祺瑞总理。不是我做不了主，而是中国已经有人成立碱厂了。不可能，中国怎么会有碱厂啊？的确有人在筹办，在选址。按规定，100里之内是不能重复建厂的。谁在筹办？选址在哪儿？建厂批文已经批复了，具体是谁，我不便告诉你们。你这分明就是搪塞！贾尔茨先生，
这里是中国财政部，我就是再不济，也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赵子，协议已经谈好了，你们这是横生枝节。部长先生，我们尊重你，也希望你对你的言行负责。据我所知，现在中国不可能做纯奸，真要有，我们也想知道是谁。1个星期之内，我会告诉你们的。那贷款，只有1个星期之后再谈了。英国使馆会通知汇丰银行，告诉我。好。给我接盐务署傅立成顾问。我左思右想，只有在洋人面前撒个谎。你们先垫付30万报批资金，1个星期之内把批文报上去，在时间上往前倒填1个月，我当即批准。可万一查下来怎么办？就是这个财政部长不当了，也不能让洋人掌控中国的纯碱。陈部长，也太让您费心了。可是我想，我再去找一些社会名流，一起联名上书，段祺瑞、黎元洪应该不会反对吧？大不了不向汇丰银行借钱，我再去跑别的洋行。陈部长，我的话可能没说明白。9大现在做不了碱，我们现在确实没有做碱的技术，也没有那么多的资金。除了9大，中国还有谁能挑起这副担子？那倒是非9大莫属。可是我们立足未稳，做不好，连盐业都拖垮了。要不我再去找找张检，找找别人。爸，为什么我们不做呀？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？1没有资金，2没有技术，摊子铺大了，非垮不可。可是我们当年做精盐的时候也没有技术，没有资金啊，还不是破釜沉舟的闯过来了。那个时候是3个月，现在只有7天。这事儿不能这么就定了，我要去找旭东。陈部长，我请求您再给我们2天时间好吗？就2天。好吧。100里之内，碱厂是不能重复建设的。英国人要是在长芦建了厂，我们以后就别想建厂了。做碱比做盐规模要大1000-100倍，我们现在没这个技术，9大也缺乏资金，我们还远远没准备好啊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要在第一时间内把这个消息告诉旭东。你们呐，一定要慎重，要3思而后行，啊！知道了，爸。葡萄美酒，夜光杯，云琵琶马上吹。哦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？家是一江春水向东流。范先生，来得正好，陪我喝一杯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去换美酒，月同销万古愁。你喝，好了，喝。叔叔，你喝多了，不能再喝了。抽刀断水，水更流；举杯消愁，愁更愁。你看你现在这德行，怎么也和那个时候那意气风发、满怀抱负的易志东联系不到一起。人生在世不称意，绿草山旁路偏走。现在9大盐业刚刚走上正轨，正是咱们放开手脚做碱的时候，正是需要你的时候。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你会来跟我说这个，我就知道，你把9大运到南方，就你会来给我显摆的，啊！
想跟我证明什么？你想证明什么？好了，别拉我，听我说完。你还是一样，你还是我们会把我们九大带入绝境的。我告诉你，范旭东，从现在开始，简的事情你不要再来问我。我遗书中我做不出来。我知道，就现在你这德行，什么也做不出来。我做出来又如何？我还是在给你范旭东做嫁衣。我做不出来又如何？我遗书中我还是遗书中。那我问你，这李竹成他把店做出来了吗？没有吧，做不出来的。一人大校能几回？狗狗跟我去水稻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一直没好意思说你。竹神制碱的技术早就成了，他现在是在寻找最普通的原料、最经济的制作工艺。他每天都泥里滚、水里泡、火里烤，你好意思说他？你看你看看你现在，行为你故意冷落我、排挤我，你不给我上桌！我把制碱这么大的事情，关乎到九大前程的事情都交给你了，我冷落过你啊？你太要我失望！你要我去摘天上的星星，我也可以带给你吗？你上来就跟我说上，我告诉你，我早就知道你看我不顺眼，你烈性高明啊！是谁？干什么？这些都是你这么多年的心血，干什么你？坐下！我告诉你，范旭东，我已经不是九大的人了，我辞职了。全简是你的梦想，不是我的。我告诉你，其实你马上就要成功，你不要自暴自弃，好吗？你坚持，你不要再命令我，你没有权利命令我。我告诉你，范旭东，全简是你的梦想，不是我的。我已经受够了。喝酒吗？哈，快点！哈，喝酒！我陪你。我坐下。让我喝，让我喝。干什么呢？干嘛？一个酒鬼还不够，还再加一个。什么时候了你还闹？英国人在长芦都建碱厂了。什么啊？7天之内，九大必须筹建碱厂。除了我们九大，眼下国内没有谁能够胜任，是吧？所以责无旁贷，我们九大必须要挑这个担子。你们别看我，这数 AI 质检法是英国人质检专利，7天之内要做检，除非是用卢布兰质检法。对不起，易先生，罗布鲁质检法在国外已经被淘汰好几十年，污染大，成本大，投资更大，我坚决反对。我知道，我并不蠢，那我也无能为力了。旭东啊，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。现在这个时候建碱厂，而且时间这么短，的确是条件不太成熟。这不叫条件不成熟，这叫根本没条件。所以啊，我觉得这碱厂不能仓促上马，非要等到万事俱备了才可以做事情啊。1、2、3、4，打起精神来啊！咱们是九大团队，别弄得跟抽了鸦片似的。9、10、往这，1、2，来，废话，好嘞。5、6。我看这样，
傅小姐先向财政部递批文，下一步具体应该怎么做，咱们再细谈，这总可以吧？范先生，你这不叫科学，这叫蛮干。我反对。我也反对，盐场没有彻底的缓过来，就上减场，太不现实了。我同意书中他们的看法，我也反对。反对可以保留。范旭东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话过火了，可是他没有时间去解释。他知道自己这次的坚持跟以往不一样。这次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，而且这一步我们以后非走不可，对吗？就这么定。九大还不是谁的一言堂吧？